美国宁愿割自己肉，也要损害中国利益，而中美迎来新一轮对抗，中方4次警告，两家中企也不玩了。大家好，欢迎来到赵太阳观察室。弗吉尼亚州议会呢，近日通过了一项针对中国的法案啊。该法案当中明确禁止中国政府在弗吉尼亚州购买土地。而在这之前呢，禁止在政府设备上安装 TikTok 的议案也已经在该州的参议院和众议院获得了通过。这几年呢，美国对中国的打压制裁力度持续升级，但是过去一段时间，美国就没少对中国实施制裁啊。例如气球事件啊，美国商务部将6家中企列入黑名单。给出的理由虽说这6家中企呢都可能参与了气球的间谍活动啊，但明眼人都很清楚，这就是个借口。如果参与了所谓的活动，那么证据在哪儿？说到底，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美国它根本就拿不出任何证据。而对此，面对美国再次将中企列入黑名单，中方直接揭穿了美国的真面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强调啊，对美方的这种炒作渲染、非法制裁中方企业和机构的手段，中方非常不满，并给出了4次警告，坚决反对。如果美国继续违反国际法精神和国际惯例，那么中方呢将采取必要的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以及机构的合法权益。事实上，美方并非不清楚所谓的气球事件的真相，只要能够借此来打压中国，真相根本就不重要。就像俄乌冲突，中方呢已经是不止一次的来澄清啊，没有参与策划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活动，而对俄乌冲突事先也不知道。但美国完全不听啊，继续借中国援助俄罗斯对中国进行打压。说到底呢，美国就是想要一个能够光明正大制裁中国的理由，而至于真实情况如何，美国没有兴趣，也不想知道。那么对于美方这样的险恶用心呢，我国自然是清楚的。线下中方也说了，将会采取必要的措施来维护中企的正当合法权益。所以可见，在气球事件之后啊，中美可能会迎来新一轮对抗。当然，如此针对打压中国，对美国有什么好处呢？或许并没有，至少在分析看来，美国不仅得不到好处，还会让自己也陷入困境。今天的美国在很多方面与中国呢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甚至制裁打压中国，美国所造成的伤害更大。而即便这样，美国呢宁可割自己的肉，也一定要损害中国的利益。嫉妒只会让这个长时间处于世界高位的国家失去理智，兴许是嗅到了一丝危险。此次美国将6家中企拉入黑名单之后，2家中企比中方警告还要快一步。报道称，中国最大的2家电信公司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已经终止了参与建设连接欧亚互联网光缆的项目。在主动退出这个项目之后，这2家中企呢拿回了1亿美元的早期投资。据悉，熟悉这个项目的消息人士指出，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退出，表明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欧亚光缆项目本是一块大蛋糕，但随着美国对中国针对打压力度的加强，那么这个项目在执行当中难免又受到美国的影响。而那个时候，项目就不再是单纯的商业性质，而会上升到政治性质。因此呢，这2家中企不玩了，选择及时止损。毕竟冒着风险去赚钱，很可能会面临巨大的亏损。与其这样，倒不如现在就撤。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欢迎点赞转发，留下你的精彩评论。